4400拿下，金价直逼4500。就在大家还在讨论白银的时候，黄金一夜之间又站上了4441这个新台阶，离4500只剩一步之遥。可奇怪的是，这一次白银不但没跟上，反而掉头回落，金银比价重新走高。更让人捏把汗的是，黄金的 RSI 已经逼近70，超买的警报灯开始闪烁。而今晚7月的 CPI 通胀数据就要正式开牌，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只有一个：这波冲高到底是主升浪要一举拿下4500，还是 CPI 开牌前主力布下的最后一道诱多陷阱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点金日记，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。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，星期三，我们一起回顾隔夜刚刚收官的美盘，再一起展望今晚这场重头戏。老规矩，先说一句郑重提醒，我接下来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和市场解读，不构成任何投资、交易或理财建议。黄金、白银的杠杆很高，波动很大，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杆秤，理性看待，盈亏自负。在深入之前，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。第一，隔夜黄金收在4441.1，收对收上涨 0.48%， 继续往上垫高台阶。而白银这次掉了队，收在 64.93， 小跌 0.52%。 第二，推动这一切的核心是美债收益率的回落和美元的走软，降息的预期还在给黄金撑腰。第三，最需要盯紧的只有一件事，今晚的美国7月 CPI， 它几乎是决定黄金能不能拿下4500的唯一裁判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。先说整体的感觉，隔夜这个美盘，黄金和白银第一次走出了明显的分歧。黄金像一个稳步登山的人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又往上垫高了一格，收在 4441.1， 收对收涨了 0.48%， 而白银却在这个位置上有点走不动了，回落了 0.52%， 收在 64.93。 前几天还是白银当主角，一口气领涨黄金，这一天接力棒又悄悄交回到了黄金手里。这里我要诚实的跟大家做个回顾，昨天我跟大家说，白银是那几天真正的主角，而黄金的关键是4400守不守得住，守住了才有戏。那么周二这一天，黄金交出的答卷是，它不但守住了4400，还继续往4500发起了冲锋，这一点算是走在了我们预期的方向上。但白银这次没能延续强势，反而先歇了脚。金银比价从 67.71 重新回升到 68.4 附近，这是我昨天没有特别强调的一个变化，今天要老实补上。顺带提一句，这种领涨品种的轮动其实是健康行情里很常见的现象，资金像接力赛一样在黄金和白银之间来回传棒，只要整体重心还在往上，谁当主角其实没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这根接力棒别掉在地上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黄金独自往上冲，白银却掉队，这种一个人的上涨到底稳不稳？这正是我们今天要一层层拆开来看的核心。我们先把黄金这条线单独拎出来，看得更细一点。隔夜黄金全天的重心都在往上抬，低点大约在4426附近就有买盘接手，高点一度摸到4436上方，最终稳稳收在 4441.1 这个全场偏高的位置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在4400这个整数关口上方，多头是愿意主动接货的，回调都被买走了，这是一种偏强的量价结构。从更大的格局看，黄金现在站在50日均线4148的上方，这条线可以理解成中短期的成本生命线，站在它上面，说明中期的多头还牢牢握着主动权。但另一边，黄金目前还在200日均线4587的下方，这条线是过去大半年的平均持仓成本，所以现在这个位置很微妙，短期强，长期还没完全收复，更像是一场强有力的修复反弹。
而不是能盖章的牛市主升浪。我们不妨把这波涨势的节奏也捋一捋。从8月初4100出头，短短几个交易日，黄金一路垫到4400上方，涨幅相当可观。这种斜率说明多头情绪很足，但也意味着获利盘越积越厚。涨得快的行情，往往也回得急，这一点在临近今晚数据时，尤其要放在心上。那这里就有多空两种读法。看多的人会说，连续站稳4400，还在逼近4500，动能很足，只要今晚数据配合，破位就在眼前。看空的人则会提醒，越靠近4500这种大整数， RSI 又越涨越高，追高的性价比就越低，一旦有风吹草动，获利盘随时可能兑现。哪一种会兑现？今晚见分晓。再看白银这边，它这一天的表现恰恰是黄金的反面。白银收在 64.93， 小跌 0.52%， 没能守住前一天 65.27 的高点。这里要说一个概念，白银是黄金的高贝塔表亲，它同时有贵金属和工业金属两重身份，所以涨的时候往往比黄金更猛，跌的时候也更急。前几天它一口气领涨，这一天稍微回口气，获利了结一下，其实很正常。衡量两者的强弱，我们看金银比价，也就是1盎司黄金能换多少盎司白银。这个数字从前一天的 67.71 回升到了 68.4 附近，意味着这一天黄金比白银更强。它现在还没到需要警惕的程度，更像是白银在急涨之后的一次正常喘息。真正的信号要看今晚 CPI 之后，如果比价继续往上走，白银持续掉队，那就说明这轮上涨的领头羊又稳稳换回了黄金。对普通投资者来说，金银比价其实是个挺实用的温度计。比价高，说明黄金相对强；比价低，说明白银相对强。长期看，它还会在一个区间里来回摆动。今天它的小幅回升，提醒我们别再想当然的以为白银会一直领涨，节奏是会变的。那么是什么在背后推着黄金往上走？隔夜真正的主线还是那两个老朋友，美债收益率和美元。我们看到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月初的 4.75% 一带，一路回落到了 4.65% 附近。与此同时，美元也在走软，这两样东西一松，黄金就有了往上的底气。这里给刚入门的朋友讲清楚背后的机制。黄金本身是不生息的，你拿着一块金子，它不会给你利息，所以它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那些能生息的资产，比如美国国债。当国债收益率高的时候，大家会想，我为什么不去拿稳稳的利息，而要拿不生息的黄金？于是黄金承压。反过来，当收益率往下走，实际利率下降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变小了，黄金的吸引力立刻回升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跷跷板，收益率这头往下压，黄金那头就翘起来，美元是另一头。国际金价是用美元计价的，美元一软，对于用其他货币的买家来说，黄金就变便宜了，需求就上来了，金价自然被拖着走。这一天，收益率回落加上美元走软，两股力量叠在一起，就是黄金稳步垫高的最直接推手。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，当收益率和美元一起走弱，往往反映的是市场对经济和通胀降温的预期在升温，这种宏观氛围本身就会把避险和保值的资金往黄金这类硬资产上引。所以你看到的不只是数字上的此消彼长，更是一整套资金流向的转变。当然，凡事都有另一面，这些利多之所以能持续，靠的是市场对降息的预期，而这个预期稳不稳，今晚的 CPI 一句话就能定音。数据一旦偏热，收益率和美元随时可能反扑。今天拖着金价的力量，明天就可能变成压它的石头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，别把利多当成永远的护身符。同样一份数据，市场解读的方向随时可能180度调头。昨天的顺丰
今天就可能变逆风。对我们来说，理解逻辑是为了看懂行情，而不是为了给自己壮胆去死扛。说到避险，这里得点一句，最近并没有突发的地缘政治大事件在集中推动金价，战争、冲突这类避险题材，眼下是相对平静的。这其实很关键，因为它告诉我们，这一轮黄金的上涨，底色不是恐慌避险，而是实实在在的降息驱动，由利率和货币逻辑撑起来的。这一点是把双刃剑，好处是靠逻辑涨上来的行情，比靠一时恐慌堆起来的要扎实，不容易一夜打回原形。但坏处也很明显，一旦支撑逻辑的降息预期被今晚的数据动摇，又没有避险资金来接棒托底，那金价回调起来也会更直接。所以避险这条线现在是缺位的，大家心里要有数。再往深里说，就绕不开美联储。眼下市场给黄金撑腰的最大底气，就是对美联储年内降息的预期。逻辑我们前面说过，利率往下走，不升息的黄金就更香。这里要引入一个词，叫实际利率，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胀。对黄金来说，真正重要的不是账面上的利率数字，而是这个扣掉通胀之后的实际利率。如果美联储真的开始降息，而通胀又还带着粘性，那实际利率就会往下掉，这对黄金是实打实的长期利好。反过来想，如果通胀迟迟压不下去，美联储被迫把高利率维持得更久，那实际利率就下不来，黄金的上行空间也会被牢牢按住。所以对黄金多头来说，最理想的组合是名义利率往下走，通胀却还留着一点韧性。今晚的 CPI 恰好就是检验这个组合能不能成立的第一道关口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今晚的 CPI 才这么关键，它是美联储做决定前能看到的最重要的一块通胀拼图。数据要是偏凉，降息的门就开得更大，黄金顺势往上；数据要是偏热，更高更久的高利率，这个担忧就会卷土重来，降息预期被推后，黄金短线就得先挨一记闷棍。今晚这场本质上就是市场在替美联储提前投票。从技术面来看，黄金现在的几个关键位置，大家一定要记牢。上方第一道坎是4500这个整数大关，它是短线多头必须要啃下的堡垒。真正拿下并站稳4500，才有机会去挑战上方4587的200日均线，那才是区分强反弹和真反转的总分水岭。下方呢，4400是这一轮刚刚收复的新心理关口，是多头的底线。要是带量跌破，就得往下回踩。再往下就是4148的50日均线，那是多头真正的生命线。跌破它，中短期就由强转弱了。再看动能指标 RSI， 今天黄金的14日 RSI 大约在 69.3。先给新朋友解释一句，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的指标，数值越高说明买的越猛，越接近超买，越低则越接近超卖。一般70以上算超买，30以下算超卖。69.3这个数意味着黄金已经站到了超买的门口，动能很强，但继续往上的空间正在收窄。把它跟我们开头那个问题连起来看， RSI 这么高，恰恰说明如果今晚数据不给力，黄金高位回踩，上演一波洗盘的风险是明显偏大的。涨得越急的地方，越要小心脚下。当然，超买并不等于马上就要跌，强势行情里RSI 可以在高位钝化很久，一边超买一边继续往上走。所以我不会因为 RSI 高就急着翻空，只是提醒你把风险摆到台面上，高位的每一步都要比低位走得更小心。白银的技术面，我们也简单说两句。上方的压力还是去年6月留下的高点66一带，只有放量突破并站稳，才有机会去看70上方和200日均线。下方64是眼前要守的第一道支撑，再往下是62.3附近的50日均线。白银的14日 RSI 大约在62.6，比黄金要低一截，
还没到超买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白银这次的回落更像是急涨之后的正常休息，他手里其实还留着一点余力。换句话说，今晚数据要是偏多，白银凭着它的高弹性，反扑起来可能比黄金还快。但反过来，数据要是偏空，它跌起来也会更狠。这就是高贝塔的两面性。这里我必须专门用一段和大家聊聊风险。今晚的 CPI 是一把标准的双刃剑。数据出炉的那一瞬间，市场常常会先猛冲一个方向，把追单的人套进去，再反手打回来。尤其白银这种高贝塔品种，假突破的杀伤力特别大。所以我要特别提醒大家，越是这种数据日，越要谨慎，千万不要在数据公布的第一秒就冲进去追单。黄金现在贴着4400，逼近4500，RSI 又逼近超买，这个位置本身的回调风险就不小。行情越是热闹，我们越要保持冷静，把仓位和止损想在前面，而不是被情绪牵着走。记住，活着比什么都重要，先保住本金，才有资格谈收益。我知道每到这种大数据的前夜，总有朋友手痒，总觉得不参与一把就错过了行情。但请你相信，市场每天都有机会，少做一次冲动的追单，远比抓住一次运气的暴利更能让你在这个市场里活得久。管住手，有时候就是最好的操作。好，聊完风险，我们把目光放到今晚和后面几天，做个展望。我把它拆成短线和长线两块来讲，因为这两个时间维度看到的风景可能不太一样。先说短线怎么看，今晚绝对的核心就是美国7月 CPI， 上个月的读数在 3.9%， 今晚这个数据直接决定降息预期能不能延续下去。跟着往后，周四还有 PPI 生产者物价，以及零售销售和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，一路都是观察通胀和消费冷热的窗口。关键位置上，我给你画得清清楚楚，向上4441之上，先看4500这道大关，拿下并站稳，才有机会去碰4587的200日均线。向下，先看4400这个新心理关，一旦带量跌破，下方就要回踩4148的50日均线。上行剧本是 CPI 偏凉，收益率继续回落，黄金顺势破4500。下行剧本是 CPI 偏热，降息预期被推后，金价高位跳水，回踩4400甚至更低。白银则跟着黄金的方向放大来走。这里我多说一句，操作层面的心态，数据没出之前，方向其实就是掷硬币，谁也别装先知。与其猜数字，不如把上下两个关键位记牢，等价格用真实的突破或跌破告诉你答案，再顺势而为，这样至少不会在数据的第一波假动作里被反复打脸。再说长线怎么看，把镜头拉远，支撑黄金的那几根大梁其实一根没变，全球央行还在持续购金，去美元化的大趋势，美国高企的债务，以及实际利率长期向下的方向，这些结构性的力量决定了黄金的中长期重心大概率还是往上抬的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组合，短线因为贴着整数关，又压住今晚这单一数据，我偏谨慎，但长线我依然偏多，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。那么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黄金这波冲高到底是主升浪要拿下4500，还是 CPI 前的最后又多？我的判断是趋势由弱转强是真的，但要确认真反转，必须同时满足两条：一是站稳4400不回头，二是带量拿下4587这条200日均线。在这两条兑现之前，我更愿意把它定义成一场强有力的修复反弹，而不是主升浪。而今晚的 CPI 就是那个一锤定音的裁判。一句话送给大家：4500没拿下之前，别把反弹当反转。最后留个问题给你，你觉得今晚 CPI 之后，黄金是能一举站上4500，还是会跌破4400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。最后，再次郑重提醒大家一句，
以上所有的分析和判断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和研究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。市场永远有风险，任何决策都需要你自己独立思考，谨慎决定，盈亏自负。好了，今天的点击日记就到这里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再顺手点亮那个小铃铛，这样每天早晨的第一时间，你都能收到小金的更新。我是小金，我们明天继续点金，明天见。